等你养好些了，我就接你回去。姨妈家虽过得苦，总归有你一口吃的。家里靠你母亲庇护，也置了2亩田，1口水塘，比这黑沉沉的大院子好。好歹有口饭吃，有口气喘。你这些嫡母、庶母、兄弟姐妹，一个个都是厉害的。你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可怎么过呀？姨妈，这些话你不要再提了。好，姨妈不提了，啊。药喝完了，来，含颗琉球糖。我要见你们家大娘子。多亏大娘子垂爱，替我姐姐操持这么好的后事，我这心里实在是感激。只是我有一个蠢念头，特来求大娘子成全。什么成全不成全的，都是虚礼了。我心里疼爱他，只求他在黄泉路上走好一些。不是为了我的大姐姐，是为了明儿。六丫头，她被吓得病了好些天了，这每天都半醒不醒的。我想啊，接她回乡下养病。魏娘子若心疼，就在咱们府里多住几天。六姑娘见了您，兴许气色还能好些。正是正是。我这可怜的姐姐，她死得这么早，就留下这点姑息。你说要是再保不住，我将来可拿什么脸见她九泉之下呀？我可怜的姐姐。贝妹妹，别伤心了。去把主君叫来。去。魏娘子若有什么为难的事儿，不妨说出来参详参详，无非是费些银子，就不要折腾六姑娘了。是。这位妈妈的嘴巴好厉害呀！这口口声声的就说我是打秋风来的。明丫头她总归是姓盛的，我们接回去养几天，能图什么？为什么用银子铜钱来堵我的嘴？没的是小看我们，让我天上的姐姐寒心吧。来吃茶，吃茶。魏娘子来了。通判安康。你们坐吧。魏娘子心里头疼明儿，我们都知道。可接到家里去，不太妥当。通判明鉴，我们家原也是念武术的。大姐姐从小跟着爹爹习武，知书达理，她不是那些糟烂能户。若非先父早亡，家里7、8张嘴等着吃饭，大姐姐命苦。你家如此失礼，焉能不知父子君臣内外有别呀？我家尚且宽裕，子女都有一口饭吃。若是家里吃不起饭了，再去求魏娘子不迟吗？
我姐姐忽然过身，听说是孩子太大，生不下来。孩子夭折，我们心里也是。那如此说来，我姐姐，她也算是为盛家折往了。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自古女子生子就是一脚在鬼门关，祸福难料啊。巧得很，我还听说，当时大娘子同通判全都不在家，就一个小娘操持。剩我明儿一个才8岁的娃娃奔了街上去请郎中。嗯，魏娘子哪里听来的这些话呀？我是个蠢人，我想着，通判高升，他要去京里，这大娘子不知有多少事情要顾。我把她接了去，这也是给大娘子分一点担子。谁知道，那位妈妈竟疑心我是打秋风。嗯，哪个妈妈呀？竟是些大字不识的蠢物，平白无故说这些混话。是，魏娘子万不要和那蠢货计较。我们给明儿请最好的郎中，就在家里住着，每天早晚把着脉，7、8个女使围着，我亲自照料，你就只管放心。只要明儿得了好照料，我就是死了也甘心的。这魏娘子为什么又不提起接六姑娘的事了？谁知道呢？恐怕六姑娘吃药费钱吧。老太太回来了。母亲在山上身体还好吧？母亲今日晚饭用得香吗？主君，也给你端了碗梨汤。哦，谢帮忙吧。母亲，都是儿子的错，母亲尽管骂。我不敢骂你，指不定你肚子里面在骂我。不知道从哪儿得的耳报神，就急匆匆的下山赶回来，让你一脑门子官司。儿子不敢，儿子惭愧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，你哥哥是怎么夭折的吗？记得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就这么断送在那个贱人手里了。母亲，如今你的儿子也一模一样的被断送掉了。母亲，都是儿子的错，都是儿子没用。你很有用，你太有用了。若是无用，你就该循规蹈矩，正妻为上，嫡妻为尊，不至于宠妾灭妻，弄得家宅不宁。我知道你的生母春小娘带着你不容易，我虽是嫡妻，但当时自身难保，没能照顾到你们。
所以你生怕林晴霜带着孩子们再吃你当初的苦，便又给田产，又给铺面，弄得一个小妾比大娘子过得还体面。母亲体恤儿子，句句话都说在儿子心坎上了。母亲，大娘子是个脾气火爆的人，儿子是心里生怕，这才……起来吧，喝口梨汤。万事有章法，你担心大娘子的脾气，也该有办法。或哄或劝，或吓唬着，终归得按章成奏。可你怎么办这些事的？屋里原本各有其职，打从你娇惯妾室，轻慢大娘子，就尊卑乱套，嫡属不分了。这些个刁仆，他们欺秦霜脸嫩，不会理事管家，整日里聚在一起耍乐，我狠狠打了，发卖了。我这番话的意思，你是真不知也好，又或是不肯接我的话也好，我都不管了。活生生2条人命，有些话拼着得罪你，我也要说了。母亲说什么话，儿子是一概依从的。这都是你林小娘的差事，她把差事办成这样，可见不是个理事的。这个家，终究还是母亲才能够打理顺畅的。你也不用拿这话堵我。我这一把年纪，病有刚好，怎有心力管家？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年吧。你的大娘子把魏小娘风风光光的送出了门，息了魏家的怒气。大娘子是好的。母亲说的好，她自然是好。我知道，她每每说话夹枪带棒，让你很不痛快。可你仔细想想，她是王家的嫡幼女，千宠万爱长大的。偏偏你立身不正，宠妾灭妻，整个扬州官眷笑她多年。她能忍到今日，自然一肚子火。你去告诉她，六丫头这娃娃不用她费心带着，交给我便是了。去吧，我也该歇着了。明兰在华兰那儿挺好，又病了，别过了病气给母亲。母亲若是喜欢养孩子，那就养墨兰吧。听说墨兰也是很孝顺的。你的林清霜把魏小娘照看死了，我反而撇了个孤女不管，倒把她林清霜的姑娘弄到跟前来养着。好啊，天下竟有县里决堤，府衙知州反而升官的道理了。儿子是觉得墨兰乖巧，母亲不至于太受累。你以为魏家人来，真是跟你要六丫头回去养着？人家是绕着弯子在跟你说，若有人好好照顾六丫头，那就相安无事；不然，咱们就可得小心了。这华兰领了明兰，住在娘子院里，这怎么不是好照料？你呀，这些刁仆在家里都住了多年，知根知底，原可带去汴京再做处置，谁也不知来历。可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打又卖，结了仇怨。你前脚死了妾室，后脚发卖奴仆，谁人猜不出蹊跷？若有个眼红你高升的，把他们拉去做人证，参你一本，
你还想顺顺当当升官去汴京吗？别糊涂糊涂，儿子实在是莽撞。母亲说的是，儿子浅薄，还请母亲多指点。以如爱子之心及人爱子之心，这本书，通判不妨再仔细看看。是。好好看看。明天便要发丧了，我听说你给他买了上好的棺木。为妹妹这一生辛苦，就在我家过了几年松快日子。既走了，就想让她走得舒服些，到了下面，也能享享清福。况且，况且，若不是要娶我娘家辞行，若不是我们两个人都走，自然要管束这些下人，也不至于这场惨祸。魏妹妹实在是可怜。这就没得说了。真追起来，反而是我升官的不是。若不是因要去汴京，便也不会去润州大舅哥处辞行。还是他这个人没有福分。来，我说句实在话，你的脾气不大。你看看你这个小心眼子，你的脾气是不好，但是最是良善的。看看你是如何给魏小年帮葬礼的，那不就看得出来吗？你这个人生性良善。哦，肾烫啊！我看你这几日啊，也够劳累的。家里往后还是交给你来管吧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事儿？秦双秉性娇弱，他抹不开情面。家里那些刁仆不怕他，他管不好。平日是好想不起我，是累就找我来。你是我三媒六聘，中开大门迎娶的正房娘子，那除了你，我还放心托付给谁呀？是吧？听大娘子说，诸君这些天都没往李小娘屋里去，小娘哭着要见诸君，也没见着。这次我觉着有门儿，且不能够呢。热灶泼冷水，哪是一时半会儿吸得下来的？阿娘，可怜孩子，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。路还长着呢，咱们且慢慢走吧。劳烦通报一声主君主母，我送你2子樱桃煎便好。姑娘，一点心意。嘿，你
我吃了主母的饭，管着主母的门户。我既说主母和主君都歇了，那就是歇了。我去遛妈妈，现在下班。小娘，你悄声些，大娘子正找着我们要找错处呢。我们有什么错处？爹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闭嘴！爹爹不会不要我们的，爹爹一定是疼我们娘儿几个的，要不然我还能依靠谁呀？阿娘，阿娘。学业最要紧，哥得放多些心。嬷嬷放心，过2年我再来扬州看你。嬷嬷从小把我养大，再过些年我再长大些，我带您一块儿回东京。公子，当时小娘叫我谢你，忘了。这个是给你的，但待得永世难忘。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应该的。谢谢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树风中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里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树风中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里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树风中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里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你儿是祖母的好孙女，记住，只要有祖母在你身边，我们林丫头有人疼。哭吧，哭出来就舒服了。坐朝问道，垂拱平章，爱欲离手。你听到这琴声了吗？听到了，林小娘在弹琴。还凤求凰，章台里，每天弹不厌。他就是弹上1000次，官人也不娶她为妻。这手艺比
六丫头是10万8千里了。听说啊，六姑娘在老太太房里，常常只是坐着，一坐就是1天，不哭不闹也不说话。哦，对了，她许久都没投壶了。六姑娘什么都不说，木兰去戳她，她也不动，她只会房里躲着，都快变成傻子了。你别胡说，你赶快背你的千字文。现在是在船上，你可躲不了你爹爹要查功课了。去祖母那边玩，爹爹才不敢去呢。近半个月，官人一直在问我，那贱人3番5次的来，都被你给挡了。我看官人也不曾说些什么，我瞧着官人是厌了他。等到了东京，找个机会远远的卖了，再也见不着，岂不是更舒心？只怕未必如大娘子想的这么好。怎么？大姐常去老太太房里瞧六姑娘，庄家墨兰也在那边坐着。长风又去找百科求见，平日里也没见他们这般殷切，定是在探问主君的行踪呢。是母亲生了？好像是没了。带上点顶鼻酥、樱桃煎，咱们去看看官人。是。红郎，红郎，求你见见我吧，红郎。主君，你是当官的人，就算上公堂，也得让人辩白几句吧。听闻你是病着的，我瞧着精神倒是好，夜半3更的有力气在这里鸡猫子鬼叫。主母息怒，请主母替我求个情，让我进去同主君问几句。若是不能开口说话，我便一头撞死在这里。你不用这里寻死觅活的，我不吃你这套。若要死，就从船上跳下去爽快。主君，我侍奉主君这些年，养了一对儿女。若如今你让我死，我便立刻跳下去。可就算死了，也得让我做个清白鬼吧。你们这群人有活人气没有？还不把他拖下去！大娘子为何这般不容我说话？难道是怕我说出什么不成？你满嘴喷什么沫子？休在这里胡诌！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还不拖下去！主君，主君。我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不能平白无故被人冤枉死了。我就是死了，也要做个清白鬼。我本想给你留点体面，你非要说，那就说清楚。难道魏小娘是自己作死不成？魏家妹妹房里的人手脚不干净，蜀君做主给打发了。我裁了自己的女使，送去给她服侍。补品、吃食、衣衫器皿，一概都选最好的。光是黄芪、红枣、当归，就有无数开销。还有燕窝，都是从我私账上出，这一匹一匹的。主君您在家都是看着的呀。就是魏家妹妹九泉之下，我也敢与她对峙。真是好伶俐的口齿。
若是被人冤枉死了，我也就说不出话了。我姐还活着，还有一口气，就要给自己争个清白。横竖他是一尸两命，死你手里了。你长得好稳婆，好女使，活活断送了他。主君明鉴，我是早早的就吩咐找好了稳婆，都说是最好的。我还封了5两银子做谢礼，就求他生产之日能够快来。可他来是来了，见魏家妹妹孩子太大生不下来，他就没胆识的跑了。我逼着女使去请别家稳婆，可谁知进处都没有了，活活是跑到城东才找到。我是一个没有体面、没有决断的人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丝一心啊，主君。这可就奇了，你去别处请了，那怎么六丫头也跑出去请了？主君，你和主母都离家了，老太太也去拜真人了，府里的下人们还不想松快松快，门口赌钱吃酒的都不服我。我进门不过10几年，那些婆子可是府中几10年的老人了。我虽当了家，却立不了规矩，只使不动。如今爷爷怨我没用，就算是六姑娘亲自去叫主母的妈妈们，不也叫不来人？主君主母，你们可都是我的恩人。皇天厚土，天上的神明公曹都看着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若我有心害魏家妹妹，就叫我被乱棍打死，永不得超生。你这张巧嘴，怎么不去说书啊？啊，被你说了一趟，魏小娘这一尸两命，你不但无过，反而有功了。我有错，我错的厉害，我不该平日管家心慈手软，到这紧要关头就指使不动人了，也不该眼看指使不动这些刁仆，我就应该自己亲自去请郎中，去请稳婆。我错的大了，可是说，我有心害魏家妹妹，我真的是死不瞑目啊！万事不说，我也是好人家出身，人命千金的道理，我都懂呀。你这泼妇，巧言善辩！你，大娘子说我巧言善辩。可我从来都是活出一个心，不想后事的呀。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摆着外面的正室娘子不做，来给主君做小。我被人耻笑，被人唾弃，被人瞧不起，这些我都认了。我对你是一片知心，情深不能自抑呀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厌弃我，我不敢自辩。求姐姐，你当我是只小猫小狗，给我一个地方缩着。只要是我能时时见着主君，我就是被千人骂、万人唾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姐姐，求姐姐可怜可怜我，当我是个小玩意儿，让我在家里伺候你吧，姐姐。姐姐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求你了，姐姐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有话起来好好说，这是干什么？我只求姐姐可怜可怜我，就是打我骂我都行，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奸邪之人啊！起来不，姐姐，我求你了，姐姐。以后我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，姐姐打我骂我都行，
我都听你的话。我对红狼真的是一片痴心，求姐姐宽厚待我。姐姐，求你容我方寸之地，求求你了，姐姐。哎呀！双儿，双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双儿，快进来人！快进来人！小娘，快叫郎中，叫郎中！快把郎中叫来！他就是个妖精。他就是个妖精，这个小妖精。你亏的是现在遇着我能护持着你。若是在我小时候，那时候盛家被那个贼夫人把持着，我和我阿娘只能在夹缝里做人。7岁前我身上没一寸皮是好，亏得老太太一直偷偷护着我，不然我未必有命活到今日。红狼，你和婆母都受苦了，只可怜婆母过世的早，竟没有享过一点福分。所以，我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再过我和阿娘当初的日子。红狼，你身子太弱啊，快躺着，躺着。周末只顾着看，别走失了啊！在。来，备好。等你家安顿下来就来找我，我带你游遍汴梁场。来，哎，哥哥！哎呀，哎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廷尉又高了，还重了。哎，母亲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你呀，一声不吭，留封信就自己跑到扬州去了。你父亲可是生了好几个月的气。既然他都生气了，我就更别回去了，不然还有一顿好打等着我。说不定还要捆起来打。母亲，我再过2天回去。那你能去哪儿住？就刚才那孩子，他不是刚来汴京吗？汴京这么多好地方，我总有地方可以去。告辞了。秦叶，那个，啊，哥哥，哥哥回去，陪我去趟鸟窝。等我回来带你扎风筝。慢点。前些日子，江浙两湖上报说零星之处发现有蝗虫之患。如果真有蝗灾，那就是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啊。下边有没有江浙来的人呢？
臣程直郎，新尚书台任盛弘，昨日刚从扬州抵京。朕知道你一笔的好字。你说，老臣也见过几次蝗灾，只要在他还是幼虫的时候，多养些鸭子、鹿子去吃掉它，也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了。陛下，老臣有别的事要奏。今天旨意明皇之事，你不要横生枝节啊！天生万物都有枝节，所从何来？无非是繁衍与继承。若是内围之事，可到书房来奏。陛下，前日老臣求见陛下于书房，陛下与老臣谈古。再前日，陛下在书房与老臣论话，臣是心急如焚，顾不得体面了。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，陛下还是早定过继宗室子为妙。你们这是逼宫吗？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